玩第一点。来，你往湖的那个方向看过去，那水面一点。哇，这蛮多的，蛮多的都是水母，看过去全部都是，在水沟里钓，还是龙虎斑？怎么可能？你之前是在这种水沟钓到石斑啊？对，假的啦，真的啦。还有3颗，有3颗星星，就是因为有珊瑚啊。有了，有啊！哎，谁能救我啊？这是什么海蛎啊？都加了。2只啊！这风会不会太大？不会吗？它翻掉了。没有风就回不去了啦！为什么回去这么难啊？林园，大家知道林园应该都跟我一样，它就是一个很大一片的工业区。但是林园除了这一片工业区以外，难道林园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吗？林园人到底都在做什么呢？林园有哪些产业？有哪些好玩的地方？走，我们来去看看。林园是位于高雄最南端的区域，更是南台湾石化工业重镇。在那密密麻麻的烟囱背后，林园也有全台湾唯2的方块海。在那个已经没有渔船停泊的汕尾渔港里，又有什么值得台湾第一等探索的故事呢？今天就让我从林园海洋湿地公园开始，带你深入玩林园。你知道台湾也有水母湖吗？而且这里的水母很不一样，听说他们是倒着游的。倒着游，看水母湖不用到国外，到林园就有。走。Hello。哎，你好。哎，你好。哎，我们在这边是怎么称呼？哎，我是那个林园红树林保育学会的理事长，黄家正。哎，你好。好。我们其实这次来的目的呢，不是仙人掌，不是仙人掌。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知道在你们这个公园里面有一个水母湖，有一个水母湖，而且水母是倒着游，没有错。哎，水母，你相信吗？但是你有看过海淡水交界处？我有看过海淡水交界处会有植物嘛，红树林，然后会有锦鳗、螃蟹、虾、贝，全部会在红树林里面。但是如果说你里面红树林有鱼虾贝类，那水母应该被吃完了才对啊，对不对？看一下。有等，有哎，你怎么那么厉害？这水母很明显啊！你不是第一次来这边而已吗？对啊，很明显，对这个。但是你没有觉得它跟其他水母的形态不太一样吗？不太一样，对不对？这个，哎，没有错。但是那个不会动，眼力很好。它会动，其实它动的幅度非常的小。以我对水母的了解，它必须要有水流。因为水流的波动，它才有办法在那边一直飘，然后在飘的时候才有浮游生物，它才可以吃，它才可以吃，甚至是食腐，比如说鱼死掉的鱼，它把它包到它的，你会看到那个水母还有口气，它直接把那个鱼包在它的最中间，对，然后就开始这样一直消化，没有消化。这边的水母是人为的还是自然发生的？哎，你讲到了重点，其实它有一点人为，但是又有一点自然。来，你往湖的那个方向看过去，那水面一点的。哎，现在这边整面看过去，整个湖面上，它这里面一点一点白色的，像那个海绵有没有？或者是像海绵，有人说像海葵，对，像海葵一样，它躺在那边。但其实你看到的像海葵，是因为它倒着，所以它是触角在上面，对，所以你会看到觉得像海葵一样。对，哇，这蛮多的，都是水母，看过去全部都是。所以你说的倒立，人为就是因为这边是海水养殖，对，那他们抽海水，对，那可能水母的受精卵或甚至水螅体，它很小的时候被抽到养殖池里面去，养殖池养鱼，哎，怎么有这个东西？然后又再排出来了，他就把它捞出来就丢掉。我要养的是鱼，我不是要养水母，所以它会在我们的那个排放沟渠里面。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是老天创造，也一般就是人跟天创造的一个中型生态缸。对。
里面有水母，我看到还有很多的小鱼、鱼虾贝类。所以你当腐食类的鱼死掉的话，它还是会被鱼虾贝类分解，被土地分解，再加上它又是水母的养分，所以它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它的生物多样性就越来越丰富。哇，所以它都是同一种水母，这都是同一种。这就叫倒立水母。倒立水母，对，因为平常我们看到，你刚刚讲它是触手是往上，它是海龟，对。那问题是它也是触手往上。那你看到在海里面，你去浮潜的时候，那水母是这样子飘。对。那我们这边的水母为什么都躺，它为什么不飘？对，有一个原因就是它身上有虫黄藻跟它共生。那在它的这个8个触手上面，那它就会翻过来晒太阳。一般我们看到的水母呢，我稍微轻轻的把它翻过来。因为水母身上95%是水，所以它身体其实是非常的脆弱。我们也不建议说，常常我们去惊动它，去干扰到它。那把它翻过来，在我们解说的时候，很多人看这才是水母。当你跟他讲说，那一颗一颗都是水母，不太有人会相信。那其实它有人就说它白天的时候倒立，晚上的时候没有太阳会不会翻过来？其实它没有那么勤劳，它一直都是等着明天的太阳升起，它继续晒太阳。那我们把它翻过来，其实是违反它的习性，因为它需要晒太阳的地方在它的触手，所以当我把它翻成这样，除非它要离开，它游动。如果它没有离开，它在这个位置，它待会会翻回来。一片望去，这里看过去几乎都是咖啡色，因为就算是白，它也只有浅的黄，带点黄的白。这边有一个是它的触角上面是有蓝的，对，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要来找传说中的蓝色仙后水母。蓝色，那就是因为它身上虫黄藻的关系，所以它的颜色型在它的那个波状骨头的皮上，就是比较偏向蓝色的。但这个水母说，蓝色的，这个水母它是有毒的吗？水母都有毒。但是我们这边倒立水母它是围毒，对我们人体没有伤害，但它可能对其他的小生物会有影响。它的食物我们不是它的食物链里面，对。所以它现在它的背上翻过来形状好像什么，你知道吗？好像那个雪花的图案，就是他在画那个雪花，有吗？对，雪花的图案。所以其实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做车轮水母。车轮水母倒过来的那一个花纹就非常的漂亮，你会把它像车轮一样那个放，它是一个放射状。我觉得好像一个眼球。对。倒立水母又名仙后水母，台湾除了东沙岛之外，就只有在林园海洋湿地公园能够目睹群聚的盛况。尤其在农历春节前后，更是它们繁殖期与生长期。多达数以万计的水母们，也成就了台湾唯一的倒立水母湖，更成为许多学生们户外教学的活教材。因为水质好，连带水母湖里的生态链也很有看头哦。这一片其实也还蛮有趣的，没有错。它在水流区，那它这里面的是水草嘛，海草、藻类。对，这里有2、3种的藻类，但是有2种非常有名，它是属于长茎状的。一个我们叫做羽毛蕨藻，那另外一个就是俗称海葡萄的长茎葡萄蕨藻。那它的二氧化碳怎么来？我比较纳闷，因为它这边都是流动的水，含氧量应该蛮高的。这边有很多的鱼类。其实这边躲了很多的鱼类，它二氧化碳的来源就是从这些动物，因为它阳光一定已经很充足，没有错。然后再加上水质，现在看起来水质是很营养，对，而且是干净，非常营养。再加上水藻帮它过滤完，这些水质是干净。难怪这里这么多水母，没有错。而且水母可以生长得很好。对啊，你来看哦，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这一个像羽毛状的，对，其实手要进来的时候非常小心，因为有一种刚毛虫啊，对，它的食物呢就是这个，对，羽毛藻的叶子，它会去啃它的叶子，所以有时候我们手伸进去不小心会被它刺到，对，所以这个水母湖根本没有办法有人下去游泳，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游上来以后你就全身伤了，有可能。对啊，又有刚毛虫，又有水母，然后又有那个红树林里面那些透气根，一下就全身都是。这就是羽毛状的蕨藻类，好漂亮哦！好漂亮，好漂亮，像羽毛一样，这好漂亮。那我们刚才讲到另外一种，对不对？另
外一种的长颈绝藻，这是近几年才发现的，早期这边看到都是羽毛藻比较多。你看这葡萄，这好像葡萄哦。哎，有没有？刚毛虫在上面。哦，在这里。对，哦，这种啊。对，它有时候你碰到它会缩起来，但是它在水里面它会打开。这好像一串葡萄哦。就是我们俗称的海。哦，是这个吗？这是我们一般餐桌上吃到的那海葡萄吗？有人有在养殖，然后它流了出来。我们只是哇，这个地方的生态丰富。这个现在澎湖有在养殖，那台湾也是东部，它也是成功开发养殖的水，它比较干净，它比较能够去控制。我就觉得林园蛮妙的哦，林园在一个工业区里，但是你看它是一个工业大镇，它工业区里面居然。它创造出全台湾鱼苗最多的地方，18鱼苗。全台湾的鱼苗里面89%几乎都是从林园来的。然后在这里还有一个红树林区湿地公园，它里面有水母，然后有这么优的这些藻类，然后鱼类，然后水质。林园真的蛮妙的。所以其实搞不好这里往后也可以去发展海葡萄哈，而且它是非常高经济价值。这一片就蛮。理事长说，就是因为看到这块湿地有这么丰富的生态环境，才让学会志工们更有动力积极投入。像区内巡守、生态解说、环境整洁等工作，都是为了让前来的游客们除了欣赏水母，更可以推广保育生态的重要性。5月前都还有机会可以看到壮观的水母湖哦。在林园这边有可以钓鱼，没错，靠海边可以钓鱼，但是是在哪钓？在水沟里钓，而且在水沟里钓到的鱼还是龙虎斑，怎么可能？龙虎斑是躲石头，它是石斑的一种嘛，但是怎么可能躲在水沟里？我们来去找一找，听说有人有钓到 ，Let's go。等一下，我有看到线呢。有啊！谁能救救我啊？这是什么海蛎啊？但不是我的目标鱼，怎么办？又加了，2只啊！台湾第一点。等一下，我有看到线呢，这是线呢。对啊，这就是人家放的啊，所以在这里面，你之前是在这种水沟钓到石斑哦？对，真的假的啦？真的啦。你确定呢？确定。你看旁边都还会很多人放的这些线，有的没有的。是啊。对啊。哇塞，这边都是海水啊。你怎么确定？怎么确定的？有沾奶喝过？真的假的啦？真的啦！你在哪边钓？这里哦。对啊。这里也有人用线呢，真的啊！哇，你看这用这样就能钓到。对啊。吃了哦。卡住了。龙虎斑啊！这真的是海水呢。你看，它有那个虫呢，就是海里面才会看到那种虫啊，海虫。还有珊瑚哎。这边之前有上过新闻，就是因为有珊瑚啊，因为它从外面养殖业者从外面把海水吸进来的时候，然后有带着那个珊瑚的卵。真的呢。
林园养殖业从1970年代开始兴盛，从早年的丝木鱼、鳗鱼、九孔，到现在则以虾苗和石斑类为大众，使整个林园沿海一带全变成养殖渔温区，也让周边水沟也成为这些海水偷渡客的天堂。九班说，还有一些养殖场会另辟一区钓场，让客人体验拉爽爽的乐趣。走。真的钓得到吗？真的。我就拉下去的时候，你再拉。我就是传说中那种钓鱼一直钓不到的人。钓得到啦。我真的没有钓过啊，我包括出海都没钓到。这是朋友的养殖场啊，它这边鱼都很大只。真的、多大？你在这里钓过多大的？80几斤。80几。对。但是你用这个杆子怎么拉得起来？啊，我今天是想要钓小只的啊。那万一中80的呢？慢慢跟他耗啊。断了啦，哎，整株断掉啦，太大了吧？你看它只太快了。有啊，有。哎，这是什么海蛎啊？但不是我的目标鱼，怎么办？谁能救我啊？有网子啊。大哥来了。那很好啊，这不是我的目标鱼。啊，那个中了，他中了。对，这海蛎吧？是不是？啊，龙虎斑。哦。哇，这就是龙虎斑的。看一下，没有，不是哦，这是小只的龙胆，这是龙胆啊，小龙胆，这叫龙啊，这龙虎斑吧？这比较像龙虎斑呢。来，我一下子，都加了，哎，2只啊！这怎么弄？这不就是龙虎斑？那海蛎要把它放回去吧。我吃这么深，好笑了你。要整个叫气。哎，我们一钓上来就把人家渔场搞得好混乱。这龙虎斑，这个龙虎斑还是这个龙虎？这个吧，这个龙虎斑吧。这也是龙虎斑啊，这龙虎斑比较明显。对。不要摸我，它会割到。对啊。龙虎斑最怕是它上面的刺吧，对不对？没有，是这边这个，看这一边哦，好利哦，小心一点哦。哎，这块很利耶，这块是这一块最危险的，这一块最危险，对，这一块最危险。因为它就像刀子一样啊，看真的，它只要一动，然后就会割到，小心哦。这一块，这。是的，对。我把它放回去了。不要，再放一个。哦，它有点洗干净。这边就要小心一点。对，就要2只手。对。啊，你不要撑着，你的脚，因为它有时候大力一拉的时候会撞到你的骨头。哦。会撞到你的那个旁边这边的骨头。就是让它腾空这样就好了。然后中的时候把重心放后面。慢慢退就好了。哦。你看它拉成这样。感觉就是一个拔河比赛的地方啊！
拉到有时候拉到100多的要2个人抱着。哦，两高啦，哦，2只啊。哇，好大哦！这有几斤？他说这边钓要很小心，因为这边上来都是大的，而且有的时候你会不小心，你的杆子就整个被这样抓走。怪物等级。对啊，钓龙胆要很小心。对啊，我现在终于有感受到一点，就是钓龙胆的乐趣。本来都觉得只是把东西拖起来而已，可以把饵拖一下，拖一下。对，当运动哈。对，就家里有人不运动，就带他来钓鱼好了。他会躲在哪里啊？不一定，它在底下都是一个洞一个洞。是哦，你可以大力提竿，大力提竿。对，然后它会看起来像饵掉下去一样。哦，我学了，哎，有没有偷学一下？还是你本来就知道？我不知道。哇塞！这样我的肚子要 OK。上次你拉了一次 OK， 这次应该又会 OK。来，谁要拉？大贤来换你。你不会？那你试试看，能会？好听。就住在这里。慢，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呢，是慢慢，然后一只手要收线，人往下看，对，好，停住，然后再往上慢。有没有？收线，哎，好，拉上来。哎呦，有没有？一个不会钓鱼的人在教别人钓鱼，这没有很大只啊，是小只的啦。你还会钓哦？小只的啦，那怎么办？把它钩子弄掉而已啊。你怎么弄？把它勾到它嘴巴旁边了，帮你救它。勾勾器，看拿勾勾器来。这个呢叫做，哎，这是龙虎斑，龙胆，龙胆。这个你看，它游走，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一个休闲鱼池的乐趣，就是你如果想要来休闲鱼池体验钓鱼，你就可以跑到休闲鱼池去，然后就体验这种。拉爽爽，但这鱼是不能带走的，因为每一只的龙胆石斑啊，其实价值都不菲，然后不可以有倒钩，然后钩到了以后就把它放回去，钩到以后就把它放回去，体验那种。也算是挺有趣的休闲娱乐了。但对许多林园人来说，以海为生，就算是养殖户，也都要依靠海水来维持鱼温里的水质。而近年来，龙胆石斑和老虎斑的混血新种龙虎斑成了林园的养殖新宠，也难怪钓客能够在水沟里发现离家出走的龙虎斑的踪迹。在林园，在工业区里面要养石斑。养龙虎斑到底要怎么样？听说有一个人蛮厉害的，而且他是用直接海水，就真的海水，然后直接过滤了以后进来到池子里，然后养在室内，来去看看。哦，哪个跟小河价？哪河啊，小河价一样，跟恒春的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这个直接它在靠的那些，把打过去啊。台湾第一点。你好。嗨，哎，刚刚那位是你爸爸？对啊，我爸爸。他就这样很低调的躲过去了。你爸那一代养殖也是用现在这样吗？以前可能就是会觉得说，哎，那我们就是要让鱼晒太阳嘛。对。所以以前就是不会盖房子给鱼住这样子。这个方式是你接手以后你开始做创新，就是慢慢进步，一直在摸索。因为其实以前就会觉得说，哎，怎么一个台风来，我就东西就全部就完蛋了。对。那些鱼就受不了了。那我们就是要给它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环境。哦，懂了。
就像我们就直接把硬体就是直接做到很舒适的一个状态，再加上说我们现在抽的水是深层的水，就是在我们大概500多公尺出去的海岸线，然后水底下在20几米深，对，就是水平面下20几米深，然后沙层底下再下去10米深，所以我们从那么深的去抽这个海水进来，对，所以我们的水呢，一整年的温度它不会起伏太大，寒流来我们都不用怕，抽的是深层水。哇，那龙虎斑成长的速度快不快？它是这几年就是研发出来算是比较快速，就是成长到一定的可以吃的size算比较快，比较快。对。龙虎斑又称珍珠龙趸，它同时有龙胆石般的 Q 弹鱼皮，又有老虎般的细致肉质，再加上成长得快，吸引许多人投入养殖。而社长一家在林园有40年的老经验，老爸养苗，社长接手开始养成鱼，品质如何，抓一尾上来便知道了。这个逆光太漂亮了。这尾超大，这太大了吧？这几斤？这一只小心6斤吧。是哦。但你这样惊吓到它，还有办法把它放回去吗？可以，没问题。还是你们因为平常也都会捞起来给客人看？会。捞起来你看看，要不要？就是这种质地。好，没有，好放回去。而且，我刚去给人家看了一下。因为最主要就是你像我们的环境啊，它是亮。对。那一般养殖它会把它做得很暗。那你暗的话，其实它会越容易受到惊吓。对，那这个我们的环境都是亮的话，它其实它就会觉得说，还好。那我请教一个问题了，像龙虎斑身上的这些斑点、这些斑纹，对，你看它等一下颜色会越来越变越清，是表示因为它缺氧，算是保护色。哦。那它环境如果亮的话，它的这个看肤色就会比较会变颜色。对，知道吗？然后还有它的鳃盖，像我们都会跟小朋友说，石斑鱼它可以自己呼吸。那像尾鱼那一类的鱼，它不能自己呼吸。对，因为它上来它可以自己，因为它有鳃嘛，它还可以稍微自己动一下，对，呼吸一下。但尾鱼是要一直游。对，尾鱼很可怜，它必须一直活动，不然它会淹死。哇，所以也就是说，一般人会想到林园就是工业区，那工业区附近排放出来的水可以养鱼吗？其实我们是在上游。对。那工业区是在我们的下游，在你们的下游，所以你们是先吸收到干净的水源。对。然后其实他们使用的水源排出去是在下游的部分。对。但是有什么可以证明你们的水质真的很厉害？像我本身也跟主持人一样，我们也很喜欢养那个珊瑚。你有养珊瑚？对。我以前在珊瑚缸里花超多钱的，但是我后来只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你去找一台蛋白机就好。你除了珊瑚，你还有海葵，你还有尼莫。对啊，因为小朋友很爱尼莫。尼莫很难养，海葵很难养。但是我现在这样看呢，我就知道这一缸是很好的，因为珊瑚是动物，它会愿意开得这么漂亮，就说明它心情很好。是真的是对，是真的是心情的关系。哇，好棒哦！所以这个水是你拿来一样，里面养鱼的水。对，这个水跟我们养鱼的水是一模一样，就是我们是抽天然海水。对。那我们不止天然海水进来我们还利用那些我们沿岸的这个深层的海沙。对。就是你想想看呢，就是我们从这个海床底下，对，然后把这个过滤管线有没有埋在海床底下？对。然后利用这个沙子跟沙子之间的缝隙，对，去做过滤。这个感觉有点像这个麦饭石。对，就一层一层过滤，抽进来的海水才有办法那么透明清透，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地理优势去养我很喜欢的珊瑚这样子。酷哦！所以你就是也刚好你们刚好就有新鲜的海水，对，你也养鱼，然后又有兴趣，就刚好把自己兴趣摆在这里。所以珊瑚只要养得好，表示水质是好的，水质一定是没问题。对，所以用这样的水质来养的龙虎斑。对，哇，好聪明哦！而且用这种大海过滤的模式，直接过滤出新鲜的海水又干净。对啊，这蛮棒的，好酷哦！我们是等于是把大海搬进来室内做养殖。对，我都这样简单跟我的消费者做解释。把大海搬进室内，也把养殖风险降到最低，让鱼儿们可以更稳定的健康成长。不止如此，社长从饲料到
屠宰都有严格把关，还得到全台第1间通过清真认证的石斑鱼养殖场。那一定要马上来吃吃看哦。那像你们这样不就从小吃石斑吃到大？对，会吃到怕。那你建议我们从哪一个开始？我们可以先从那个就是干煎的，干煎的因为一般石斑鱼的话，大概就是做清蒸嘛，对，或者是煮汤嘛，对，但是很少说可以吃到用煎的，真的很少，真的蛮少。石斑鱼好吃，也就是因为它的胶质够。对，然后你用煎的，其实可以把它那个鲜味都锁在里面。香哎！哇，它煎的肉质也不柴，不会，那很 juicy， 其实像干煎就很好吃，超级好吃，清真的，就是基本款这样。你知道吗？我从头到尾就一直看着它这块的。对，你塞盖肉，你内行的，就是它这个下脸颊这边是最好吃的，对不对？塞盖肉，就不好意思了。对，而且其实石斑鱼最好吃的就是脸颊跟下巴。哦，它吃起来就鱼香，它等于就是鱼香的鸡肉，石斑鱼的味道，然后胶质，但你咬起来的口感很像鸡肉。而且健身的人吃这个超好。完全对我来说就是野生斑吧，好好吃哦！我天哪，石斑鱼汤，所以它就很家常。对啊，一般我们新鲜的鱼就煮汤就最适合。哦，对，很妙的一件事情哦。这个龙虎斑，它在干煎、清蒸跟煮鱼汤，它是同一个鱼种，对，但是它出了3种不同的味道，对啊，很好吃，非常非常好吃。这个一个人扣掉一只应该 OK。林园不止海鲜养殖占尽优势，更早之前林园地区也因为地势平坦而非常适合农耕，更是台湾第一个种植洋葱的地区。尤其林园的土质松软，有充足的阳光，空气中带有盐分的海风，都是特别适合洋葱生长的要素。听说滋味还特别甘甜，就让我们来问问葱农这林园的洋葱到底有多厉害呢？大哥，你呢？今麦礼拜的是咱林园的那个洋葱，洋葱台语安讲？苍头，对啊，这种的，这个6颗啊，什么？6颗洋葱。但是问一下哦，像这个哈，好，我们这样看好了，这个上面这会加吗？这袂加，但是这看起来不是就敢若咱那煮菜迄有无？你看呢？没什么味道哎。它没有像我们葱的那个辛辣味。这拢没嘛。这上好食，6颗啊上好食。对啊，阿公，又是个甜，又一个甜，真的吗？你讲正经的会甜？真的，这细粒这会甜。这萝卜，你这萝卜还个烤，被你说中嘞，卤肉用这个哎，规粒都肉，所以这个直接安尼白白的让起来。但是哈，以往哦，咱来讲啥？要流眼泪的时候，就是拔洋葱。对啊，你会一直流眼泪，这个没？你也切，这嘛老朋友啦，你就出啊，真的哦，你就出啊。听讲恁这长洋葱是甜的，刚健康的，不一样。品种的关系，品种的关系哦，跟恒春的不同，跟恒春跟恒春的不一样，品种不一样。这个爆够甜，我好嘞。咬一口。叉腊肉。叉腊肉嘛，做个这。这风会不会太大？不会吗？它翻掉了。没有风就回不去了啦！怎么回去这么难啊？台湾第一点。现在还是甜的，还是甜，没有。一般来说，我们在吃洋葱啊，以往我自己吃洋葱，你知道我都怎么吃吗？就是把它冰过，冰像个蛋的，冰镇药的袂香吗？你若要做沙拉，你一定爱切到加摕去冷冻。
润，甜的哈。甜的哎，哎呀，好像某种什么甜蔬菜的感觉。这就是六合啊，上好食。六合啊厉害的所在，对啊，真的。洋葱若要好，是愈圆愈好，愈圆愈好。春安。哦，你看这两个就差这么多哎，所以哎，佩博来了，记得要挑这种圆的，对，挑愈圆愈好。哦，好哦，水哦。来，我来帮你解。没想到林园的洋葱品质特别好，尤其林园的文贤社区发展协会更利用洋葱研发了一系列的加工品，来让洋葱物尽其用。像是干掉的洋葱外皮就拿来造纸，用1分都不浪费的精神做成一张张富有质感的手工包装纸，成为社区手工造的美丽外衣。下次来到林园，别忘了林园的洋葱哦。今天呢，要来试试看这个当地人传说的，用整颗的洋葱下去卤肉，然后这一整颗应该就会变得很好吃。这是我们林园的洋葱，来到林园呢，也是可以来买洋葱。卤肉简单了，葱姜蒜都来了。先把卤肉下去腌香来。用它猪肉本身的油就好，不太加油。对。稍微炒一下，可乐。用可乐下去卤肉。会有点清爽的感觉，所以这个酱油上色，然后再米酒，目前闻起来是香的，洋葱重头戏。人客啊，你都看麦啊！哇，这个等下等它熟了，一定很精彩。好，等下慢慢把它控熟。啊，那这样应该 OK 嘞。看一下，看一下，轻平。主角，洋葱。天哪！好了，烘肉饭。哇，洋葱，主角其实是洋葱，已经不是控肉了。你看一下这洋葱，我觉得它这味道入口即化的，哇！试试看啊，这样真的很厉害哦。哇，香哎，那个郑贝贝，来呀，甜，对不对？3个字，甜。哎，所以其实全台湾有很多地方都在卖洋葱。那你可以去找一个适合你调味的洋葱。你想要吃甜甜的，直接新鲜的洋葱就可以吃的，你不妨也来林园走一走。林园洋葱其实蛮不错的哦。林园靠海，而在靠近汕尾渔港旁边的汕尾国小，借着渔港就在学校隔壁的优势，推动风帆课程。短不到2年时间，汕尾国小的风帆小选手们就在全国赛里拿到冠军。看今天也是个风和日丽的出航日。就让我跟着这群孩子们去切磋吧。对，你好。嗨。你好，我是小豆。
这是我们风帆队的队员嘛？你要出来一点，那边没有阳光。对，这是我们风帆队的队员哦。对。这种叫做什么帆？我们这个是乐观型帆船。乐观型帆船。对，小孩子你看他这个帆船都非常开心。就是上了船就会很乐观。对，很乐观。但他等一下他到底会不会翻？会，有机会。本身会翻。我要大概要想些什么事情，我才不会翻船。要知道说风从哪边来，然后船要怎么去吃到风，动的。好，你可以教我一下，你怎么开始？我有几个东西可以操作？我有舵，然后跟操盘绳。操盘绳，还有中央板。示范一次，我看一下。好，那个风从那一边来。他们真的都懂哎，风从哪边来？他因为有些人风从那边来，他会觉得是往这边吹。好，风从那边来哦，好，这样走。然后你现在要怎么转？如果要转的话，就推舵，然后呢？然后呢？啊，像是从这边出风了。啊？还要拉到船脚。还要对船脚。哦，但是这个对我来讲有点难钻呢。确定？我会不会被卡在里面呢？哎，这风会不会太大了？不会吗？你确定？待完第一点。好，我要怎么上？我要坐哪边？我坐这边。拉着板。对，你要先做板。好，做板。你要叫主持人，大概就这样子。然后呢？好。OK， 坐在这边。我会开了，我跟你讲，我真的会开了，我真的会开了。尽量在中间下来做，不要拜拜。加油！我懂了，我懂嘞，我知道怎么做嘞。哦，原来这样的。哦，我懂了。嘿，没有风就回不去了啦。为什么回去这么难啊？我会了！校长发证照！我会了！校长，证照拿来，证照拿来！我会了！多小，你们开车疯了！哦，初级的证照要发给我们主持人。我大腿好酸哦！来，我们全部放烟火，来，在旁边放烟火。真的假的啦？我跟你讲，你要有信心，我花1个小时就学会了。我花好几天就学会。你不要再拖到1年了，好不好？没有，我是拖到1年。现在换你了，你可以下去了。约定下一次比赛。下去练，快点。约定下一次比赛。OK 的。我知道怎么玩风了。好，我觉得风帆要玩这个就是乐观型帆船。对，我只知道真的是乐观型帆船啊！你要玩这个，其实要很了解风在哪里，而且除了了解风在哪里以外，你手上的那个舵的方向
我现在就算我会玩，对不对？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解释说我到底刚刚我的风跟我的手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我小老师蛮棒的，他跟我讲说，你等一下过去的时候，好，记得要怎么样，记得要怎么样。哦，你好温柔。好，谢谢你帮我教会。哎，他翻掉了。等一下，我要，你要叫我玩那个？对，我不要。你过来，连选手都会翻了，你要叫我下去？我不要，我初学者玩这个就好了。哎，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好玩。喜欢吗？记得按赞加订阅，台湾第一的，开启小铃铛哦。